算了一下时间，大概在下午，在将近6点钟左右，我们就会到达珠峰大本营。我们大概呢，车程在1个多小时就会到达一个地方，这个地方是318国道。什么？318了。这里是318国道，5000公里的打卡点。318国道就是从上海的人民广场到西藏的拉孜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龙的，撒的那个。要撒的。这个大的2块，这个金方上面写自己的名字，那里挂的那种。都写好。那是什么啊？金帆。你写什么？我写祝自己一日平安。白色城市。这个。他在点头。他在跟你点头了。珠穆朗玛被遮住了，对不对？哇，那你说这颗很大颗的是什么？猪耳有风。猪耳有风。这边是要换观光车的地方，还有在卖这种咖啡啊、烘焙、香肠之类的，还蛮多东西可以吃的，还不错。然后现在坐到这边真的是蛮不舒服的，一定要买氧气，这件事情太重要了，一整路都非常的想睡。这里还有小狗狗哎，狗狗，这里怎么会有狗？没有毒。他嫌弃，他嫌弃你。他想你手上那根呐、他说你给我这个那么小。哇！那个客栈那里。这边是我们今天住的帐篷区。其实我觉得没有很帐篷哎，我本来以为会是那种一个蒙古包之类的。住的是37号，来看看里面的设备。这里有一个木板门，很多房间哎。然后这边看起来是通铺的感觉，这应该是热水。我的房间在这儿，有双人床，而且这个还有电，超棒的啊！这个床坐起来是有点硬，可是还可以接受，感觉应该会蛮舒服的。
我们现在背着氧气瓶，然后带着大衣，要去邮局，应该是海拔最高的邮局吧。过邮局施工中，会对外营业。现在要去绒布寺，要爬这些阶梯。这些阶梯现在对我们来说就已经蛮困难的了。可是如果你有吸氧气的话，我觉得应该还好。这位没吸氧的小姐姐，你为什么爬得动呢？江苏三铁。啊，你参加三铁的？真的假？天哪！不对啊，参加三铁你不是会更累吗？我也不知道。珠峰。哇，那是牦牛吗？哇，这个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寺院——绒布寺，外面有很多牦牛哎。现在我要去一个拍珠峰都没有东西挡住的地方，可有点远。这里完全没有遮蔽物，超美的！天哪，这珠峰哎！一次性床单。现在又跑出来想要拍日落，真的超冷的，快疯了。可是有一点云，能见度不是很好。现在在一个广场的地方，可是那边有一条电线杆，有点丑。可是这样看，只看珠峰的话，还是蛮美的。这是珠峰的晚餐，这是什么？火锅。火锅？什么火锅？就珠峰的火锅。珠峰的火锅，很香哎。现在早上7点16分，我们想要去看日出。路上经过这些牦牛，现在-6度，需要穿2件裤子，穿2件裤子，穿2件外套，再租1件大衣就够了。哎，山头出来了，有。再给我点日照金山吧。有其实现在有一点对，时间还不够久。对，就真的差那坨云。每年展唐卡的地方，往这边来叫十世班禅大师的殿堂，再往这边来就叫做我们的未来佛殿。
己负面的情绪发展无限的放大化。如果自己的负面情绪，现在我在八廓街，然后我要去喝一间藏式的咖啡厅，就在附近而已。我昨天还在珠峰，然后我今天下来八廓街来拉萨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没有那么喘了。这里是一间藏式咖啡，很多人都在户外。这个是酥油拿铁。我觉得酥油的味道没有很明显，喝起来就像一般的拿铁这样子。转个头来看我，好。听说这是一家很多当地人会来的甜茶馆，在这边呢只能收现金，一杯是1块，其实里面蛮挤的。我也来吃一下。这个喝起来呢，就像奶茶，我觉得还蛮好喝的，不会太甜。这家卡瓦煎糌粑店是刚才我在凉茶店遇到的拉萨的大叔推荐给我的。他说他们当地人都会来吃这间，可是已经关门啦。如果你们有时间的话，可以来吃，可是建议要中午前吃，因为糌粑是这边的人的早餐，所以应该是中午前才会开的。我们又回到拉萨啦，然后住同样一间饭店，这间真的很舒服，而且它晚上7点到隔天早上7点会有弥漫式供养，这样会好睡很多。肉汤，超级辣的辣酱。这个也是藏面，看起来超好吃的。排骨面吗？现在夏夏呢，他现在挂着氧气筒，因为他在哪里就不行了，羊卓雍车羊卓雍就不行了。然后我们现在。其实我也不太清楚这里是哪里，这就是纳木错啦。今天是藏历15号，家里名字入不行，我帮你挂，小的10块钱的。超大，快冷死了。这个是楠木错，姐姐妹妹。这里真的太冷了，我看一下现在几度。现在这边有6度，可是我觉得超冷的。风超大，超可怕。在这里真的是不是很舒服，海拔好像5000多公尺吧。现在我们到纳木错了。来了。今天早上出门忘记擦防晒了，不太敢把口罩拿下来。我觉得我这次西藏8天回去一定超黑的。这是海鸥吗？它的脸是黑色的耶。
这些都是唐古拉山脉。喝起来是什么感觉呢？哇，很冰吗？好冰，超冰啊！还好吗？感觉就很冷。我要摸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湖水了。真的还好没有想象中的冰。不知道那些牦牛会不会不舒服？感觉他们看起来都不是很快乐。希望他们在这里可以快乐一点。现在在这边呢有太阳，所以不会很冷。我来看一下是几度。现在这边大概7度，我连那个围巾都没有围，我觉得这样子差不多还蛮刚好的，太阳蛮大的，幸好不会很冷，不然这样玩起来真的超痛苦。刚才我们在山顶上的时候就觉得很不舒服。我刚才远远的时候就想说那一块白白的是什么，原来是还没有融掉的雪。对啊，我刚才想说是牦牛，怎么还都站在一起？现在我包得紧紧的，要往观光车那边走了。再见了，纳木错。如果你来这边的话，你可以带一些饼干啊，或者是衣服来给这边的居民。这边的居民他们物资比较缺乏，那个人在拖他的牛，感觉就好痛哦。对啊，他就不想走，然后他就一直在拖他，超痛的如果说是今天下大雪了，才能下。香菇鸡肉粥，现在已经8点半了，天还很亮。吃完之后就要洗澡睡觉，明天要搭10点20的青藏铁路。